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凱里市，本次推薦的一家貴州菜，我們來試一下。據說這裡只有本地人才來，而且除了本地人之外，遊客一般很難找得到，叫做甲骨文飯店。它這個店是感覺像自家的房子一樣，一看就是少數民族。這裡2棟樓、3棟樓加一個偏房，都是他們的門店。這後面有個小院子，哇，這一看就是自建房啊！這就是一個小院子嘛，這是他們家後院啊。每一個桌子上都有一個卡式爐。昨晚幾天才嘛？什麼是你們特色啊？炒菜？炒菜都是切家常菜，看你個人喜歡。一般他們来这邊吃的話，都是吃這個青菜牛肉末。你們幾個人？我們3個人。3個人，你們吃1斤還是1斤半？如果吃1斤半的話，你點1斤半，再點一個湯菜就夠了。如果你還想吃炒菜的話，你就點1斤，再點幾個炒菜。點1斤嘛。點1斤哈。啊。点1斤就可以。这个是1斤是什麼意思啊？這1斤是牛肉末1斤，還是說？牛肉末加青菜要有1斤多一點點。加青菜1斤多一點。對。可不可以點半斤？我們再點點別的。要不你們點這種炒菜行了，這裡有一份，炒法是一樣的，它只是分量少一點。哦，可以，那點一份這個，28可以。來個雞哈豆腐嘛，酸菜米豆來一個。豆米對。那除了這個牛肉末，還有什麼代表菜？這2個菜。魚香酥雞蛋。國慶那2天他們經常來打卡的這2個菜。哦，可以啊，來一份嘛。還有哪一個？宮保肥腸是怎麼炒的？乾辣椒炒。乾辣椒炒的。好，炒個宮保肥腸吧。我們點了幾個了？5個菜了。行吧，就這些。這家店看得出來沒有被人家拍過，很少。然後呢，又恰恰又是本地人都要來吃的一家店。但上面的菜很迷啊，有宮保，有魚香，還有麻婆豆腐。看來這是搬了一些川菜過來。甲骨文飯店為什麼要取甲骨文飯店呢？等一下問一下。然後他家特色就是這個青菜牛肉末，居然點1斤半1斤的，然後是681斤，這是他們的特色。這個菜也點了，但是我們點的是小份的。然後它這個價格，你看這邊這個價格非常的實惠。有沒有發現這個桌子哈？這個桌子比我們四川桌子更矮。我們一般桌子的話，一般是70、80公分，這個的話最多就是有個50公分。就這個桌子比較矮，不知道是不是他們少數民族的一些特色吧。好，上菜啦。好，這個是青菜牛肉末。青菜牛肉末。這個青菜牛肉末是28塊錢小份的，除了分量不一樣，其他都是一樣的。先嘗一下啊，這看起來就是青菜炒了個肉末。裡面加了辣椒。這個菜叫什麼名字啊？在你們這裡？哪個？這個。這個就叫青菜啊，在這裡。這個青菜牛肉，牛肉是提前炒好的，入口上牛肉臊子的感覺。再來一點。哇，它這個剛開始不辣，吃到後面辣了。青菜就是芥菜。牛肉的話就是這種小顆粒的牛肉，而且它這個牛肉不是現炒出來的，它是一鍋炒好了之後，放了醬去燜，去把汁收掉的。這個牛肉吃起來鹹香，放了豆瓣醬進去收這個菜，有一點辣，但是非常入味。加了這個乾辣椒進去一起收，這辣椒有點像是福建辣椒王，皮厚，可以久燒不辣，但是辣度還是夠的，28塊錢。這個菜就比較下飯了，作為他們特色也能夠理解。好，下一道。下一道宮保肥腸啊，我是第一次聽說這個菜，肥腸還能夠宮保。來，你看這個肥腸，也是洗得很乾淨啊，嘗一下。這肥腸稍微有點綿，咬不大動，估計是這個油溫稍微高一點，在鍋裡面爆久了。配料的話，大蔥、花生米。然後還有紅花椒，這個看起來都像是宮保的炒法，但是味道不是宮保的味道，就是一個香辣味。
就是说没有一股回甜的味道。味道是没有的，它形状像，但是这道菜呢，你看它油还是比较重的。如果换个名字叫炒肥肠，还是比较貼切的，但味道不差。宫保肥肠也是28块钱，这个分量呢算是中等，反正是没有宫保的味道。好，下一个，然后这个是叫鸡哈豆腐。什么叫鸡哈豆腐啊？就是鸡爪子在那里刨来刨去的，就是大小不同，是碎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个我看一下，里面有番茄，有青椒，有肉末。长勺子是什么感觉？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咸香味的一个豆腐炒肉末，加了辣椒，加了青椒，然后加了西红柿。这道菜就非常的普通，但是还是比较下饭。而且这个豆腐它是炸过的，不是直接下锅的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叫什麼菜啊？哦，這個酸菜豆米18塊錢。酸菜豆米，這個是紅豆。就是這個豆子每個地方叫法不同，它這個是已經煮得很趴了，然後直接下個油鍋酥了一下，這個皮都已經炸脆了。然後這個是酸菜，這一看就是酸菜，這道菜就是炸出來的。這道菜可以，我覺得這道菜就是口感和味道和香味都比較不錯。吃到嘴裡一股乳酸味的味道比較濃，然後這個豆子提前煮趴了，然後也是下油鍋酥了一下，外焦裡嫩。這個18塊錢啊，我覺得這個還相對來說有點特色。OK， 下一道，這道菜叫魚香酥雞蛋20塊錢，這個我感覺有點像是有帶魚香味的了。這個雞蛋是炸出來的啊！你看炸出來的雞蛋，它表面上它是會起這個蛋皮。來一塊，這個魚香味呢，有點酸，沒有吃到甜，但是很家常，很入味。這個味道很輕。你看它這個也是雞蛋炸好了，放在下面勾一個芡。打個料汁，勾個芡淋上去的。這個雞蛋炸的火候非常好，中間呢它是剛好是溏心蛋，然後表面呢是酥脆的。這道菜也下飯，我感覺每一道菜都比較下飯。他一上菜就給你上了一盆飯。對，上菜就上飯。來，搞飯。這道菜我覺得做的比較合我的胃口。然後還有這一道菜，然後其他幾個的話稍微普通一些。他們家這個青菜牛肉的話呢，相對來說屬於一個重口味的菜，再就是也比較下飯，口感這個是最好的。然後味道的話比較柔和。再就是這個炸蛋，它叫魚香酥雞蛋，我就叫它炸蛋。它炸出來是直接擺在盤子底，然後勾個芡淋上去。這個芡就是說看起來的話賣相一般般，但是口感很好。味道的話就是微微帶一點酸味，不帶甜。如果再加一點點糖的話呢，就更好了。好了，吃飯吧。好，我們在甲骨文飯莊，現在這頓飯就吃完了，還是跟我說的前面說的一樣，這個炸的這個豆豆特別好吃，然後就是這個牛肉比較下飯，但是這個做法呢，我以為是新鮮的，其實這個它是提前燜好的。那對於我來講，我還是更喜歡吃新鮮的一點，個人所說啊。然後就是這個雞蛋，魚香酥雞蛋，這個蛋呢確實做得還不錯，非常的下飯。然後我們3個人總共吃了12碗飯。整體來說呢，這個肥腸可能就是偏硬一些，然後這個雞哈豆腐呢味道偏普通一點。總的來講，如果你在周邊，要吃個工作餐，或者是說你想要性價比的話，來這裡肯定是沒錯的。那我推薦你點這個豆子，還有這個青菜牛肉，還有這個魚香酥蛋。今天我們3個人吃了12碗飯，主要是對面這個小哥昨天吃牛瘪湯，他是一口沒吃，吃了一口，昨天晚上回去也沒吃飯。今天這個飯他13碗，他就幹了5碗進去，我們2個一人幹了2、3碗。好，我們去買單吧。老闆買單，好多錢？
老板，你们为啥子叫甲骨文饭店？你也不知道？ 123。扫哪里？哦，123。你们开了多久啊？10多年了啊。好，謝謝啊。現在我們買單123，人均消費41塊錢。總的來說呢，我們來貴州凱里市2、3天了啊。我們第一天吃的是酸湯魚，第二天吃的是牛鱉湯，然後第3天我們想吃點家常菜，然後就搜到了這一家。如果你來貴州旅遊的話，你吃了牛鱉湯，吃了酸湯魚，你想吃家常菜的話呢，那這家還是不錯的選擇。至少說我們這個同事他不吃牛鱉湯，餓了2天了。酸湯魚吃了的啊，對，吃了的。牛鱉湯不吃，然後呢，今天來吃家常菜，他特別的開心。